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忙碌的生活常常让我们忽略自己的饮食习惯。不过，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，因为健康的身体需要良好的营养摄入。在今天的影片中，我们将会探讨如何摆脱维生素 C 不足的问题。维生素 C 对于身体健康非常重要，它可以帮助增强免疫系统，减轻感冒症状，以及促进健康的皮肤。但是，现代人常常忽略维生素 C 的摄入，这会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将会介绍5款食物，帮助您轻松补充维生素 C。维生素 C 不足的问题对身体造成哪些负面影响？维生素 C 和坏血病的事情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是一个建造城堡的工人，城堡需要很多砖块才能建成，而维生素 C 就像是这些砖块中的一种。如果你不吃足够的水果和蔬菜，你的身体就会缺乏这些重要的砖块，而这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坏血病就像是一个城堡中的洞，它会让城堡变得很脆弱，容易被敌人攻击。同样的，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容易生病，甚至可能出现坏血病的症状。那么，坏血病的症状有哪些呢？这些症状包括疲劳和无力感。如果你感到很累，即使你休息过了，这可能是坏血病的一个症状。出血。如果你的鼻子、牙龈或其他部位经常出血，这也可能是坏血病的一个症状。维生素 C 和铁的事情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是一个建造桥梁的工人，桥梁需要很多螺丝来连接各个部分，而铁就像是这些螺丝中的一种。如果你不吃足够的含铁食物，你的身体就会缺乏这些重要的螺丝，而这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。维生素 C 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可以帮助你将这些螺丝锁紧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就无法将铁吸收到身体中，进而导致贫血的问题。那么，贫血的症状有哪些呢？这些症状包括疲劳和无力感。如果你感到很累，即使你休息过了，这可能是贫血的一个症状。头晕或晕眩。如果你感到头晕或晕眩，甚至有可能晕倒，这也是贫血的一个症状。心跳过快。如果你的心跳比平常快，这也可能是因为你缺乏铁而导致贫血的问题。维生素 C 和胶原蛋白的事情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是一个非常棒的建筑师，你正在建造一座美丽的城堡。这个城堡需要很多砖块和石头，而胶原蛋白就像是这些砖块和石头中的一种。如果你不吃足够的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你的身体就无法生产足够的胶原蛋白。维生素 C 就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，可以帮助你生产足够的胶原蛋白，这样你就可以建造一个健康而强大的城堡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就无法制造足够的胶原蛋白，这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，就像城堡缺少了砖块和石头一样。那么，胶原蛋白对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？胶原蛋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，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、骨骼和其他组织保持健康。如果你的身体缺乏足够的胶原蛋白，你的皮肤可能会变得乾燥、脆弱，你的骨骼和关节也可能会变得脆弱，甚至可能影响你的牙齿和牙龈的健康。维生素 C 和免疫系统的事情。免疫系统就像是一支非常勇敢的军队，它可以保护你的身体免受疾病的入侵。然而，如果你不吃足够的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变得比较虚弱，就像军队缺乏了士兵一样。维生素 C 就像是一个能够补充你的免疫系统所需士兵的工具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C， 你的身体就无法生产足够的白血球，而白血球就像是你免疫系统中的士兵一样，这会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变得比较虚弱，就像军队缺乏士兵一样。那么，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变得比较虚弱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呢？这意味着你的身体变得更容易感染疾病，
就像军队缺乏士兵，无法保护你的城堡一样。食物一，柑橘类水果如柚子。你知道柚子有多少维生素 C 吗？让我告诉你，100克柚子中含有约61毫克维生素 C， 比橙子还多，是不是很惊人呢？现在让我们来介绍一下柚子炒虾仁的食材和制作过程。你需要的食材包括柚子、虾仁、葱、蒜、辣椒、酱油、糖、生抽、料酒和橄榄油。首先，将虾仁去壳洗净，加入酱油、糖、料酒和少许盐腌制15分钟。接着，将柚子切成小块，蒜、辣椒和葱切末备用。热锅倒入橄榄油，爆香蒜末和辣椒末，然后加入虾仁翻炒。当虾仁变色后，加入柚子和少许水，继续翻炒几分钟。最后加入葱末和生抽，翻炒均匀即可。现在让我来分享一些技巧。首先，要记得虾仁不要炒太久，否则会变硬。其次，如果柚子有点苦，可以在腌制虾仁的时候加入少许糖，让柚子的苦味更好的被中和。最后，炒菜的时候火候要掌握好，以免过度炒煮影响口感。好了，今天的柚子炒虾仁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这道美食，也学到了一些新知识。食物二，辣椒类如红椒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红椒的营养成分。100克的红椒中，大约含有80毫克的维生素 C。相较于柚子，红椒的维生素 C 含量较少，但仍然是非常好的维生素 C 来源之一。另外，红椒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锰和钾。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如何使用红椒来做一道美味的烤红椒三文治。你需要以下材料：红椒2个，面包4片，意大利香料1茶匙，橄榄油适量，奶油乳酪适量，生菜适量，盐和黑胡椒适量。制作方法：首先将红椒放在烤箱里烤10到15分钟，直到外皮变黑，然后取出并放凉。接着，剥去红椒的外皮和种子，将红椒肉切成长条状，面包涂上奶油乳酪，放上生菜和烤红椒，撒上意大利香料和盐和黑胡椒，最后用橄榄油在面包上轻轻刷一层，把三文治放回烤箱中，烤3到5分钟即可。综合以上，我们不仅知道红椒含有多少维生素 C， 还学会了如何使用红椒来做一道美味的烤红椒三文治。食物3，莓果类如草莓。你知道草莓的维生素 C 含量有多少吗？每100克草莓中含有 58.8 毫克的维生素 C， 相当于日常建议摄取量的 62%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开始制作草莓酸奶冰淇淋吧。所需材料有：新鲜草莓、酸奶、糖、鸡蛋、牛奶、匀的拿提取物。首先，将草莓清洗前净，切成小块状，然后在搅拌机中搅拌成草莓泥。接下来，将1杯酸奶加入碗中，加入2匙糖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取一个锅子，将1/2杯牛奶倒入锅中，加入1匙糖，加热至糖完全溶解。接着，取一个碗，将2个蛋黄打散，并加入糖浆中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将蛋黄糖浆倒入锅中，加热至稍微变浓稠，并不断搅拌。最后，将草莓泥加入酸奶混合物中，加入匀的拿提取物和蛋黄糖浆，搅拌均匀。现在，我们的草莓酸奶冰淇淋做好了，把它倒进容器中，放进冰箱中，等待约6个小时，直到它冻成冰淇淋状态。希望你们喜欢这个食谱。现在你们可以在家轻松制作草莓酸奶冰淇淋了。食物4，绿叶蔬菜如羽衣甘蓝。你知道羽衣甘蓝每100克含有多少维生素 C 吗？答案是120毫克。这个数字比橙子还要高哦。那么，怎样才能把羽衣甘蓝吃得美味呢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羽衣甘蓝蛋饼。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食材和制作过程。食材：
羽衣甘蓝100克，鸡蛋2个，奶油适量，盐、胡椒粉少许。制作过程：将羽衣甘蓝洗净后切成小块，煮一锅开水，加入少许盐，将羽衣甘蓝放入煮约1分钟，沥填水分，将鸡蛋打入碗中，搅拌均匀，加入少许盐、胡椒粉调味。烧热平底锅，加入奶油，把沥干水分的羽衣甘蓝放入平底锅中，稍微拌炒一下，把搅拌好的鸡蛋倒进平底锅中，用中小火煎至底部凝固，用锅铲轻轻翻转蛋饼，继续煎另一面至金黄色，熄火，取出蛋饼，切成小块即可。至于技巧，要让蛋饼变得更加香软美味，可以在鸡蛋中加入少许牛奶。此外，煮羽衣甘蓝时也要注意时间，避免过度煮熟失去营养。这就是今天的羽衣甘蓝蛋饼食谱啦，不仅美味有营养，而且可以轻松制作。食物：番茄和番茄制品如番茄汁。那么，番茄汁中究竟有多少维生素 C 呢？根据研究，每100毫升的番茄汁中含有大约 18.3 毫克的维生素 C。如果你想制作一道营养丰富的番茄蔬菜汤，你需要的食材有番茄、洋葱、蒜头、红萝卜、西芹、香草和一些调味料。首先，切好蔬菜并放入煮锅中，加入足够的水，煮沸后转小火焖煮约30分钟，直到蔬菜变得柔软。接下来，使用搅拌器或机器将汤打成泥状，再将其倒回煮锅中加热，并加入调味料，例如盐和胡椒粉，以及一些新鲜的香草。最后，倒入番茄汁，继续煮沸约5分钟，直到汤汁变得浓稠，然后关火。这样一道美味的番茄蔬菜汤就完成了。这是一道非常简单又健康的汤品，每一口都带有浓郁的番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素，特别是维生素 C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